止痛药滥用正在摧毁美国。根据调查，最近10年，美国已占全球约5%的人口，消耗了全球80%以上的阿片类止痛药，人均消费量全球第一，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。每年有超过10万美国人死于药物滥用。特朗普甚至表示，止痛药滥用是美国的全国性危机。美国的止痛药滥用有多夸张呢？举个例子，很多留学生第一次到美国的沃尔玛、Costco 等超市购物时，看到超市货架上摆的一大排止痛药，都会感到惊奇。1000片止痛药放到过期都吃不完吧？难道美国人都把止痛药当饭吃？你还真别说啊，美国人还真能在保质期内吃完1000片止痛药，夸张点的，甚至只需要1个月。2023年，美国的一名男性患者因为腿疼，每天服用28片布洛芬，连续服用了整整6周，最后因为嗑药太多，导致严重的急性肾衰竭，被送进了医院。按照这位美国老哥的吃法，只需要1个月出头就能吃完一瓶1000片的止痛药。除了这种比较夸张的吃法之外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一有什么头疼脑热，就会吃几片止痛药，到各大医院诊所就诊，医生开的药往往也是各种止痛药，甚至连各种影视作品、游戏、漫画里也是有事没事来一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止痛药呢？美国政府又为何迟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？美国止痛药滥用这么严重，其实都是美国人自己做出来的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，以普渡制药为首的一批医药集团，为了多卖药，利用美国医疗体系的各种漏洞，让止痛药彻底泛滥成灾。第一步，这些医药企业首先用各种手段改变民众对止痛药以及疼痛的认知。1980年代到1990年代，美国医学界兴起了一股对疼痛问题进行新认知的风潮。美国疼痛学会直接将疼痛列为第5大生命体征，认为疼痛并不是疾病的副产物，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。既然疼痛是一种疾病，那么自然就需要相应的药物进行治疗。而根据调查，美国有超过1/5的成年人受到慢性疼痛的困扰，这显然是一个无比广袤的市场。但是传统的布洛芬、对乙酰氨基酚等非类固醇止痛药，不仅止痛效果有限，更关键的是价格也便宜，赚不了多少钱，满足不了普渡制药等药企的胃口。于是他们盯上了阿片类止痛药。阿片类止痛药其实就是吗啡、可待因、海洛因等等一大类止痛药的统称。这些药物具备药企想要的一切特性，不仅止痛效果好，而且价格比较高，还具有严重的成瘾性，吃上了就离不开，还能让人越买越多，简直就是取之不尽的摇钱树啊！当然了，吗啡、海洛因这种东西，在当时的美国普通民众看来也是臭名昭著的，想要卖出去，就得经过一番大规模的洗地才行。1980年，由美国麻省医学协会主办的著名医学期刊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刊登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“用麻醉药治疗的患者中很少有成瘾现象”。文章里面介绍有11882名病人服用了超过1种的麻醉止痛药，但其中只有4名病人被记录到药物上瘾的现象。然而，这篇文章后来被证实存在严重的误导性，因为只有在医院内出现的成瘾现象的病人才会被记录在案，而出院之后出现成瘾现象的病人则不被统计在内。但是美国的医药集团根本不会告诉大众这些细节，他们靠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权威背书，大肆宣传这些止痛药没啥危害，甚至还打出了接受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只有1%的人会上瘾的口号。除了收买顶尖医学期刊外，美国医药集团还找上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他们背书。1995年，普渡制药推出了一款全新的阿片类药物，但是为了与传统的阿片类药物做区分，他们还特地取了个新名字——奥施康定。然而这么做还不够，他们又想办法让美国 FDA 允许他们在奥施康定的说明书中加上这么一句话：奥施康定所提供的延迟吸收机制被认为能减少药物滥用的风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阿片类药物不仅不会上瘾，反而还能减少药物滥用，相当于把毒品吹成了治疗药物了，告诉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吃，这是以往的阿片类止痛药都没有的待遇。为啥美国 FDA 会允许他们加上这句话呢？原来是主持奥施康定审核项目的 FDA 官员柯蒂斯莱特在不久之后就从 FDA 离职，辗转加入了普渡制药，并获得了一份年薪约40万美元的高薪工作，而这份新工作的收入比他在 FDA 的收入直接翻了4倍。这也就是美国特有的旋转门现象，政府官员可以在离职后直接加入那些企业，可以说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大漏洞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间，负责审批肿瘤治疗药物的 FDA 官员有1/4在离职后摇身一变成为了药企的高管。比如说2002年到2004年期间的美国 FDA 局长马克·麦克莱伦，后来就加入了强生制药，成为了强生的董事会成员。2019年，时任 FDA 局长斯考特·戈特利布甚至在离职后还不到3个月就加入了辉瑞董事会。不过，当时的普通美国民众并不知道这些背后的交易，他们只看到了学术界、政府界都在为奥施康定的安全性进行背书，而这种印象其实就是美国药企给民众洗脑洗出来的。这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医疗监管体系的又一个漏洞，各种处方药，甚至阿片类这种几乎毒品的药物，都可以在电视、报纸上堂而皇之的打广告。要知道，在世界上大部分的正常国家中，这种做法都是被禁止的。美国的民众一打开电视，就能看到各种处方药的广告，从效果有如红牛的止痛药，到一片解千愁的抗抑郁药，再到能让你活得更久的抗癌药，应有尽有。
在电视、报纸的长期宣传之下，有些患者就会被误导，甚至要求医生开指定的药物，直接成了外行指导内行。奥施康定也由此成为了安全有效还不易上瘾的明星止痛药。不过即便如此，美国医药集团也不满足，生怕这些舆论输出不够全方位，于是他们又盯上了美国医疗系统的最后一环，对医院与医生进行收买。那要怎么做呢？首先就是扩大攻坚队伍。就拿普渡制药来说，他们斥巨资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。从1996年到2000年，普渡制药的医药代表团队人数从318人变成了671人，翻了1倍还多啊！这些数量庞大的医药代表整日穿梭在全美的各个医院和诊所，向医生推销奥施康定止痛药。除了各种鼓吹安全和疗效的话术之外，他们还邀请医生参加所谓的疼痛治疗讲座，而这些讲座其实就是一些晚宴、温泉旅行、高尔夫运动等等享受消遣类的活动，其中的费用全部由药企买单。然而他们的套路还不止于此。从1996年到2002年7月，普渡制药通过直接赞助或者财政拨款，资助了2万多个与疼痛相关的教育项目。可以说在美国，不管是现在当医生的，还是将来当医生的，都成了医药集团的人了。要知道，这种行为放在中国，无疑是最直接、最赤裸裸的医疗腐败。我们去年掀起的医疗反腐，就是为了打击医生和医药代表之间的腐败链条。然而，对于美国医疗行业来说，医生并没有直接拿回扣，这种行为只能归为正常的商业游说，是合法的。于是乎通过这一漏洞，通过这种推销和收买，普渡制药与全美各大医院和诊所的医生形成了利益共同体。当然了，有腐败的医生，也有一些不肯赚昧良心钱的医生。对于绊脚石，普渡制药也有办法，就是直接来硬的。他们会威胁医生说，如果不肯给患者开奥施康定的话，他们就会怂恿患者举报医生。而在美国，打一场官司不仅成本高，时间还会拖得特别久，这些成本足以让医生破产。于是，在这种软硬兼施之下，奥施康定的处方量开始疯狂上涨。有些地方诊所一年开出的药方是正常情况的几十甚至上百倍。仅仅上市5年时间，奥施康定的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0亿美元，拿下了当时止痛药市场超过1/3的份额。而随着人数、使用剂量的增多，奥施康定的严重成瘾性很快就暴露了出来。很多服用了奥施康定的患者出现了各种阶段反应。为了获得奥施康定，患者们开始各种虚构病痛来拿药，甚至有的直接入室抢劫、盗窃。2000年，由于吸食奥施康定而导致的犯罪行为，在经济医疗条件更差的美国乡村地区数量暴涨。奥施康定开始被很多人称为乡村海洛因。光是2012年1年，全美的医院诊所一共开出了2.55亿张阿片类止痛药的处方，而美国的总人口也不过3亿多人，几乎是人手一张了。阿片类止痛药的销量暴增，还带动了其他止痛药销量的增长。民众买不起、买不到阿片类止痛药时，就会大量购买其他效率低一些的止痛药作为代替。普渡制药等药企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，背后的赛克勒家族甚至由此跻身美国最富有的家族的行列。然而，代价是什么呢？代价是大量的美国民众因为过量服药死亡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96年上市以来，有超过700万美国人滥用奥施康定。在1999到2018年期间，因为滥用阿片类止痛药而死亡的人数达到了恐怖的45万人。可以说这些阿片类药物堪称美国的鸦片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阿片类药物泛滥这么严重，这美国政府难道就不管吗？其实他们不是不想管，而是压根儿就管不了。甚至可以说，美国止痛药物泛滥现状其实就是美国臃肿的医疗系统导致的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很多大 V 说，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医疗水平，数1数2的医疗系统，但是他们不会跟你说的是，实际上的美国医疗系统不仅低效，而且非常昂贵，堪称世界第一拉垮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在美国不小心摔了一跤，骨折了，疼痛难忍，正常情况应该是去医院找专科医生看吧。而在美国找专科医生就得先电话预约，然后慢慢等。但是骨折太疼了，等不了怎么办呢？那就是挂急诊，可以快速的跟医生见个面。可当你在急诊科等了半天，见到急诊科医生后，他们能做的也只是给你开几片止痛药而已。什么？你说拍片治疗？哦，那不是我们急诊医生的工作，你得到专门的骨科诊所或者医院去就医，记得提前预约哦。等你忍着疼痛咨询完骨科诊所之后，你才知道，你甚至还不能直接预约骨科诊所，需要你的家庭医生给你开张转诊单，才能开始预约专科医生。当然，你的家庭医生也需要预约的。如果你运气够好的话，在纽约、洛杉矶、华盛顿特区这样的大都市地区，那你大概只要等个17天就能见到你的家庭医生了。其实这还算快的了。如果你在人口10万人左右的中小型城市，那你大概需要等超过1个月才能见到你的骨科医生。哦对，这还是2017年的数据，在疫情之后，这个时间只多不少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足够有钱，请得起医疗团队的话，也可以不用排队。这种情况也并不局限于骨折、牙痛、痛风、结石这些听起来就疼得要人命的情况，处理方法也相差无几，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止痛药会如此畅销了。毕竟你除了吃止痛药还能干啥呢？除了效率低之外，价格高昂同样是导致美国民众青睐止痛药的重要原因。
美国的医疗价格堪称天文数字。最新的一个例子是，前不久有位华人因为牙痛到美国纽约的长老会医院就医，只是咨询了一下能不能医治，甚至连止痛药都没开一颗，就收到了一张2327美元的医疗账单。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，2022年美国全社会的医疗支出达到了恐怖的4.5万亿美元，占全美国总 GDP 的17.3%，人均超过13000美元，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国家。很多人可能会告诉你，上面的例子只是极端案例罢了。实际上，只要你买了医疗保险，医疗费用就会降低一大截，甚至能在美国享受免费医疗。但他们没说的是，直到2022年，美国还有超过2500万人，近1/10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覆盖。即便是买了医疗保险的，其实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2022年，美国的人均医疗保险费用高达6330美元每年，而且就算你买了医疗保险，每年还有几千美元的自付额度，也就是说生了大病，每年还是要再花几千美元的。而且医疗保险的价格还在以每年6%左右的速度飞速增长，这就导致美国很多底层民众承担不起高昂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疗费用，不得不用止痛药来麻痹自己。而吃了止痛药之后又会上瘾，就得买更多的止痛药，无力改善生活条件，看不起病，只能接着买止痛药，陷入恶性循环。也因此美国以世界独一档超过中国3倍的医疗支出，取得的结果却是人均预期寿命仅为76.1岁，不仅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，还比中国低了2岁，甚至比长期遭遇美国封锁的古巴还低。换句话说，止痛药泛滥就是美国低效臃肿的医疗体系的症状了。那美国政府为何不进行改革呢？说到底还是利益纠葛。美国的医疗系统早已变成医疗集团与金融保险集团相互勾结、彻底垄断的一个无底洞了。在美国看病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有医保和没医保的治疗费用堪称天差地别，两者之间甚至能够差出几倍、10几倍。实际上，这正是医疗集团与保险集团相互勾结的结果。医院给病人开出天价的账单，然后保险公司再来扮演救世主的角色，把账单价格谈到正常的价格，来体现医保的价值。然而实际上，不经过保险公司这一手的医疗费用，其实远不会如此夸张。例如，美国部分医疗检测项目其实是可以全款自费的，自费的价格甚至是保险报价的1/10。就连巴菲特都忍不住批评，医保体系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竞争力的一个蛀虫。同时，医保体系的受益者还不止美国的保险行业，得益于高的离谱的医疗费用，美国的医生收入也非常高。2022年，美国整体医生的平均收入是35.2万美元，是美国人均收入的近10倍，堪称真正的人上人。为了维护自己的高收入，这些美国医生群体组成了势力庞大的医生工会，严格控制每年的新入职医生人数，比如拉长培养周期，规定医生必须接受4年本科、4年医学院，总共8年的学习，取得博士学位才能上岗。而在真正开始独立职业之前，还需要经过至少3年的住院医培训，整个学习生涯至少11年。其次是美国的医学院学费也非常昂贵，普遍超过6万美元每年，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很多美国家庭1年的总收入，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一名医学生的培养费用。除了这些软性的门槛之外， AMA 还跟美国医学院联手，限制每年的医学生招生人数，全美120多所医学院每年的招生人数只有1.6万人。相比之下，仅2019年，中国高校医学专业招生人数就超过了100万人。极高的准入门槛，再加上极低的招生人数，保障了美国医生的超高收入，但也导致了美国医疗行业的昂贵和低效。乍一看，是不是跟前段时间韩国的医疗危机很像？其实何止是像，我都怀疑韩国的医疗现状就是跟美国学来的。当然，美国政府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医疗系统的弊病，他们也想过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，但是这一改就会触动金融保险、医药集团、医生群体的利益。以美国的政治体制而言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。早在1934年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就在罗斯福新政中提出了全民医保的计划，但遭到了美国医学会的强力反对而宣告失败。到了1945年，杜鲁门接任总统之后，同样提出了全民医保、扩大医学院建设、增加医生人数等改革举措，但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。在整个美国历史中，受到各方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，美国政府针对医疗的几次改革立法几乎都以失败告终。所以说，止痛药滥用只是美国拉垮医疗体系的冰山一角，美国的医疗体系不来场轰轰烈烈的改革，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无解的。好了，我是熊猫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